Hello， 各位处女座海底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n。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啊。那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呢，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什么时候看见呢？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好吗？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看见的话，你可以以当下的月份或前后推敲1个月，通通都可以。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OK 哈，好，对不起啊，我有点感冒哈，所以可能今天在录影的过程当中会不定时的咳嗽，好不好 ？OK 好，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录影哈，帮大家呢在这个月可以超前部署一下。OK 好，好，那呢首先我们开场讯息一样是那个生活小贴士，提供给处女座的朋友们作为一个参考。OK 好，第一个我会感觉到呢，处女座的朋友们哈，你这个月份应该非常喜欢穿洋装，甚至有一些人呢，你们我看到的很像是塑身衣哈，就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去买塑身衣，好，或者是塑身裤啦什么等等之类，也有可能是你做完那个生完小朋友坐月子，我记得好像有些妈妈他们会去用一些什么束腰带，也都有可能哈。所以呢，这个月份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你会接触到这样子的商品，这样衣服吧，应该是这样讲 ，OK？ 那也特别会可能喜欢穿洋装，或者是喜欢穿裙装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能量场在里面 ，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这个月份呢，处女座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那种我要怎么形容呢？你特别很喜欢吃果干，哈，就比如说一些营养的，比如说像一些核桃类啊，它可能有一些葡萄干，哈，或者是一些果干，或者是一些干燥的这些果干，你也可能会接触，哈，比如说什么芭乐干呐，哈，或者是草莓干呐等等之类的，哈。最近呢，你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类型的小点心 ，OK？ 然后呢，某部分处女座的朋友们，哈。你最近可能也会特别喜欢吃枸杞，哈，比如说你就泡热水啊，泡枸杞茶啊，或者是你在煮一些什么鸡汤啊，你可能会特别用枸杞这一个东西下去做一个调配 ，OK， 这是我大概可以感觉到的这个能量场 ，OK， 好，然后这些东西都蛮健康也养生的，我觉得平衡摄取是 OK 的，没有问题。OK， 好，那第三个呢，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这个月份呢，处女座的朋友们特别适合跟这个绿色或者是蓝绿色的水晶做一个接触，好吧？如果刚好你身边有这样子颜色的水晶的话，或这种手串的话呢，你可以特别把它带上来 ，OK？ 因为这个月份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心情应该是蛮好的，但心情不好的处女座朋友们哈，刚好呢，这个蓝色跟这个蓝绿色的这个水晶呢，可以让你在心轮的这一块运作哈，可能能量场会比较能够舒缓一些，或者是比较能够轻松愉快一点点。好吧 ，OK 好，那以上报告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首先，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是圣杯4，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侍者。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能够传讯着我来告诉处女座海底捞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哦。OK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炫，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行，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月份处女座的朋友们比较想要去证明一些东西，就有点像说证明我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或能力、实力或财力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OK 哈，但是我必须跟处女座的朋友们讲哈，不是说你不接受别人的帮助，而是有可能来帮助你这个人呢，你可能看不上眼，或者是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或者是你就是想要凭你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OK， 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月份你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首先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这边是一个圣杯10跟钱币2，还有这个宝剑7，这3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处女座的朋友们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有点像说你想干一件大事，或者是你想完成这个工作，或者是比如说你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或成果这个是你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在这一个你所想要去达成的人事物或目标或者是关系当中呢，即使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都没有放弃。OK， 然后呢，这张宝剑7还有给我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说
这个有点像说哈，这段关系或这个创业，或比如说这份工作哈，你有点像是就是咬定他了，或认定他了，或者是就是他了，哈，类似像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你经历了一些挑战啊，经历了一些不愉快啊，经历了一些就是可能你认为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都没有放弃。OK， 你都没有放弃。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当中呢，有点像说怎么说呢？导致于处女座的朋友们，就是说，既然我已经认定我就是要创业，我就是要成功，再辛苦我咬牙切齿，我也要通过这个难关，哈。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让你在这样的人事物上面当中，你比较不愿意放手。OK，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不是说你很蠢，你很呆，你怎么就是死不放手，或者是怎么不换个人？好，不是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你在追求的人事物或关系跟目标，你是可以达成的，可是中间一定经历了一些波折。OK， 但是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是我读到你能量场上面的一个感受。别人会觉得说你干嘛啊？你为什么不换个人，或换个工作，或者是回去跟就是怎么讲？吃别人的饭，不是吃别人饭碗哈，就是做别人的工作哈，就是假把人来套路啦哈，就是我用台语翻过来了哈，所以有点像是说，别人会觉得说你明明就可以轻松一点啊，你为什么要选一个比较困难的路？这个有点像是就是我要表达的这个感受啦。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抽到是权杖1跟权杖8，然后呢还有一个钱币4。OK 哈，意思就是说呢，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不理解，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干嘛。OK， 正是因为如此，你也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你的行动从来没有停留下来过。就是说，即使遇到困难，我要跨过去；即使遇到挑战，我要冲破它。OK， 所以这个权杖8加权杖1象征的就是权杖9，就是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一定有让你热爱的，一定有让你愿意为他忠诚的，一定有你想要去做到的这个理由的。所以权杖9就是象征了打死不退的一个战士 ，OK， 再加上这个权杖4哈，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人事物上面，你已经有一个稳固的地基跟基础了，虽然没有到很辉煌，但是一定有一定的声量，或者是基础，或者是比如说一个稳固的一个什么东西 ，OK 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或者是因此而放弃。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是一个圣杯4，就是说，即使有人递这个圣杯给你你是背对着这个人的，你会说不行不行，我已经很认真的在这个状况当中，我已经付出了，我已经投入了，我已经投资了，或者是我已经牺牲了。我现在不想要你们来介入我这样的状况当中，所以来帮助你的人呢，我刚才有讲嘛，可能不入你的眼，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不是你想要的，或者就是我就是赌一口气，老娘就是不想要靠别人，我想要靠自己，这个就是你的挑战。OK， 好，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你抽到的是圣杯9，抽到的是宝剑4，抽到的是权杖3。OK， 这张牌卡呢，给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你看这个这个圣杯9加上这个圣杯4，象征的是圣杯3。圣杯3呢，也就是地板上这个圣杯3，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来帮助你的人事物，处女座的朋友们，你都会达到一个你想要的目标，而且你会有满满的满足感。为什么？我先给你看一张牌卡哈，这张牌卡是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这个是圣杯侍者。圣杯侍者加圣杯9，象征的就是你一开始朝向的目标圣杯10，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不用担心，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也会达成这个目标。你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可以哈，但是就是看你要不要接受哈。我觉得选择权是在于处女座的朋友们 ，OK， 或者是你有一股傲气，你就会觉得老娘自己也可以哈。这个也是有点像是你在这个月的心态。OK， 那来到这里呢，这个宝剑4跟这个权杖3哈，来这个我刚刚有讲了，这个权杖8加权杖1，象征的是权杖9，权杖9加这个权杖3，象征的是权杖2。我个人会感觉，来到未来的能量场，这个原本就蛮稳固的一个地基，它会稍微再扩大更稳固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宝剑4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之所以为什么稳扎稳打走得很慢，这个地基架构的很扎实哈，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别人会觉得说，你要成功就是要快啊，对不对？哈，你要投资就是要大赚一笔啊 ，OK？ 但是处女座，你在这个月的能量场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就是要稳扎稳打，我要走我自己的方法啊，或者是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去驾驭这个人事物或者是关系。OK，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你按照你自己的步伐跟你自己想要做的方式，你达到了这个圣杯侍者的满足感，这一份满足感是你握在手中的，别人抢不走的。OK， 所以我感觉你这个月份能量场有点像说，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想要这样子去执行，或者是我就是想要投入这段关系。
OK， 即使别人不谅解，别人不理解，别人看不懂你到底在搞什么，哈，但是你都想要遵循你自己心中的那一条道路这样子走 ，OK， 而且你相信你自己这样走，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但是的确啊，结局也是得到你想要的 ，OK 哈，所以有点像说，你能不能在这一个月份心无旁骛的，然后不要受别人影响，继续走向这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可能很孤独、很孤单，可能没有办法有人能够去统领你的状态，但是你有能力能够去走上这一条英雄，我觉得就有点像说英雄该走的这一条属于你自己去开创的一条道路。OK 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请宇宙直接来验证我刚刚要告诉你的这个能量场，好吗？好，我们用宇宙验证牌卡来看一下。OK， 好，来，感觉处女座有些时候就会挑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路哈。但是呢，这条路哈，我也不得不说哈，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它会很值得。OK， 因为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处女座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因为这样子你比较有一个掌控的这种感受。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会很肯定自己知道所去预测的，或所去谋划的或策略的，能够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发展。OK， 我觉得这没什么对错。OK， 好，来，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这边是一个隐士牌卡。OK，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在用这个用字遣词的时候就跟你讲这就像是英雄啊，他要去开创一条道路。你看这条道路上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旁边全部都是紫色的颜色。OK 哈，这个紫色的颜色呢，象征的就是智慧。OK， 在这一条呢，单你是一个人单影行之的走上这一条道路甚至穿越，你注意看它其实有很多道门的，很多道关卡的。OK 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有跟你讲了，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陪伴你，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OK， 但是你就是这样子很坚定的一个人，就是朝向那个方向去前进。OK， 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呢，这边是一个钱币九。OK 哈，钱币九，你注意看这个有点像是你从这边走过来，你在这边跳舞了，好，是不是很有趣？这两张牌卡是连贯的。钱币九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有能力去做到所有我想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就有实力去争取说我想要争取到的东西，所以你在这里呢，这个钱币九跟圣杯九的状态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讲好了，因为你很独立，你有能力，你有实力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能够有权利去忽略别人给你的批评，别人给你的声音，或者是别人给你的看法。OK， 这个就是你。OK， 好，那来到挑战牌卡这个圣杯四这边，你的验证牌卡是权杖十。OK 哈，权杖十为什么会去验证这个圣杯十这边是权杖八、权杖九走到权杖十。OK， 权杖十验证这个圣杯圣杯四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今天所作所为，不接受别人的帮助或接受别人帮助，在下一步即将要开展的这一条道路，你都要为此负起100%的责任。所以这张权杖十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不接受别人的帮助，那我就要有能力自己去处理好这些我想要去投资或付出的人事物。如果我今天接受一个人来融资，或者是加入我的这个行列，他如果给我搞一些狗屁倒灶的东西，或者是拖我后腿，也是我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圣杯四之所以为什么会用权杖十，就是说你要自己去决定，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还是你还是想要像一开始一样，自己一个人就去开创你自己想要开创的这个道路。OK， 某部分极小众的这个处女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司行号或你自己创业的话，你非常有可能在这个月份会有新的员工加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加入或这个团队有新的成员进来，你要不要接受他？这个也是你要能够去思考的。OK， 所以在未来这个能量场这边，你抽到的是宝剑六，宝剑六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会往一个很顺利的方向去做一个进行。OK， 还有一件事情，宝剑六加宝剑四象征的是宝剑十，宝剑十往下走就是宝剑一。OK， 我刚刚有特别跟你讲，在未来这个能量场，你这个地基可能原本是5×5，现在来到这边会变成10×10。OK 哈，但是在10×10的这个还是在打地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压力，你还是会有负荷。OK， 但是在往下走，你就会变成宝剑一，所以你必须在后面，可能这个月过后再往下努力一点点，你才会看到可能开始来到第2层了。OK 哈，你原本只是打地基嘛，接下来下个月可能就会有第2层，甚至有第3层的出现了。OK 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给我们处女座海底捞的朋友们，好不好 ？OK 好，来。这张牌卡呢，我要怎么跟你说明呢？好，来，这张牌卡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女生她头上这边是有我讲她是花朵好了可是这边呢是有一个骷髅头的。OK， 这张牌卡的这个女生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极小众处女座的朋友们你现在在投入的这个想要达成这个圣杯十非
常有可能是你最后一个选择，或者是你没有给你自己退路，甚至是你只能走这一条路。OK，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必死的决心去开创这一条新的道路，或者是去走向这条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选择。OK， 这个是在你的内心里面给你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我只能往前走，往前走才有路，往后退我就是死路一条了。OK， 所以这张牌卡我觉得也象征着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你抱着必死的决心，或者是一定要得胜的这个心情，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咬着牙向前继续往前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叫做 fearless， 就是说勇者无惧。所以既然往前走才会有路，往后就是死路一条，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所以这就是刚刚我想要形容给处女座朋友，这比较有点像是比较情绪的这种东西，有些时候这种能量场就比较难以形容处女座朋友们不好意思，请原谅我这种就有点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只能这样做才能够为我再去开创一个新的未来。这个有点像是你这个月的一个状态。 OK， 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宝剑十，就是还差临门一脚，还差一步。所以这个月份我觉得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讲我不会觉得很艰辛，我会觉得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所以这对你来讲不是辛苦，但是就差最后那一口气，你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这个月份如果你遇到任何挑战，遇到很辛苦的地方，告诉自己你可以撑得过去，因为你是一个勇者无惧的状态。好吧，祝福你处女座的朋友们。以上这个大概就是要给处女座海底捞这一次的月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鼓励到你，在这个月份可能面临到一些挑战的时候，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穿越这些问题。好吧，祝福你处女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咯，拜拜。